捕飞鱼、扔鸟饼，什么传统节日让乡邻如此狂热？哇，老杨来，9点。摘油桃、腌海鲜，什么新兴节日让故土焕发生机？在烟火中凝聚亲情，在仪式中承接感恩。老广的味道第5季之节庆。对老广来说，节庆就是特定时间的味道记忆。在传统仪式的烘托下，朴实的地方特产热气腾腾迎面扑来。节庆也成为老广们致敬传统、期盼明天的动力源泉。每逢大年初3，广东河源的中联村总是苏醒得特别早，一场特殊的春节竞技比赛即将举行。村里的汶水塘由天然的地下喷泉形成，400多年前，客家人因水源迁徙至此。族人迎春的传统便是举行捕鱼赛，祈求丰年有余。周小康是村里最知名的大厨，每年的捕鱼节他都不会缺席。起来个早的人5点钟应该还是那我们啥节我过来不咯？他起来不啦？没想到啊，他们那边这么早来，过来的时候基本上都满了。泉水鱼很是鲜美，但每年只允许大年初3这唯一的一天持证捕捞。捞什么鱼？小康有自己的愿望。打条红金鱼嘛，红红火火过年，拿个好意头吧。塘边300年的槟榔树旁，已经聚集了几百号村民，围捕只有半个小时，小康能如愿吗？没有号令呢，我们听到鞭炮声响，我们就下。张铁下主要，温水塘红铁下。2019年的广东春节热得反常，下塘捕鱼的村民虽然不像往年一样冻得瑟瑟发抖，但30度的高温加大了捕鱼的难度。天气热的话麻烦，那鱼乱跳，然后人又多。眼看着塘里的鱼已经各落各家，小康却完全没有觅到红锦鲤的踪影。还有锦鲤吗？有啊。好！混战到了尾声，小康便佛系了。浑水摸鱼的意思就是真的很多人纯粹靠运气了，再有技术也没用，是展不开。转行喽！汶水塘的鱼吃水藻，浮游生物长大，小康收获的大鱼也很嫩。按村里的传统，塘里的鱼只能送不能卖，而且初3的餐桌上必须要有塘里现捕的鱼。剔鱼骨、打鱼泥的活儿，小康干得很麻溜。不到时间了就催我，叫我回来，然后准备好材料。美极鱼腩用海盐腌制，可以去掉皮上的粘液。一鱼多吃里的椒盐鱼皮最能体现老广的物尽其用。
酥脆的秘诀在于翻炸。低油温炸完后，200度高温再炸。翻炒后表皮焦黄，肉质鲜香。过年呢喝点小酒，这个比较下酒嘛，比较香口一点。用冬季稻草将五花肉捆绑，河源特色菜蜜香稻草肉，下锅前的炒糖色是关键。它一起大泡就可以下。你炒的不够热，不够色，炒的那样就不好看。小火焖40分钟，五花肉吸收了稻草的清香，稻草降解了五花肉的油腻。最后的与众不同在于加点冬蜜调味儿，菜品蜜香软糯，味醇汁浓。听着不间断的鞭炮声，看着在身边的一大家子享用自己烹制的家宴，劳作后的小康觉得这个年过得很满足。塘里的水引流灌溉着村里的稻田。来年的夏天，收获早到的时节，小康和村民们又像他们的祖辈一样，在汶水塘投入新一年的浮鱼，祈祷新一年的丰收。正月里的潮汕地区是全国年节的最大宝库，汕头潮阳的一处神场，一种延续几十年的奇特习俗即将上演。孩子们包的鸟饼将在夜晚被分抢。鸟饼旧时抢来有生男孩的意头，如今象征着接福。镇子里最会做鸟饼的师傅黄伟乾和侄子一忙完就往神场赶。抢到鸟饼是一个好的兆头，希望我们这个100年老字号一直做到鸟饼一直传承下去。抢鸟饼开始的时间要卡在本地人所说的迎老爷回城之时。哇，老爷来，没有跳，来。一对对鸟饼飞向空中，黄伟乾和侄子很快被冲散在密集的人群里。每年的正月20，本地人总会来这儿凑个热闹，好像一年到头必须带着期盼，拥挤一回，嘶吼一回，才能在众人同贺的趣味中体会浓浓的年味儿。拜得很开心，晚上呢抢鸟饼，达成了心愿。苏醒后的朝阳，清晨格外宁静，似乎昨夜什么也没有发生。在这个131年的老字号饼店，黄伟乾的哥哥照旧每天在7点半准时开门，而黄伟乾的父亲已经92岁的老爷子，也照旧一看到忙不过来就上手。日常受街坊欢迎的还有姜薯酥、绿豆饼这些甜点。而姜薯酥只是长相形似潮汕人爱吃的姜薯，口味却和萨琪玛类似，但多了些韧劲儿。外地的就不是这么叫的，他们其他地方做的也不一样，就是马仔王啊什么的，吃起来味道就不一样。小店从不断货的绿豆饼、压颈酥，
因为量大，伙计们做起来最为得心应手。现在工程的他们嫌这个累，不想做。还有这些学习这个饮食挺复杂，不是那么容易就学会的。家族小作坊没那么分秒必争，累了坐下来喝杯功夫茶，聊聊天是常事儿。这个一模就是光史13年，在虎岛开始开张这个环太平家，到今年是131年的历史了。延续100年的饼店，也需要节庆的照应。黄伟乾算是家族里的多面手，无论各种糕点还是传统糖塔的制作，都得到父亲的真传。几十对狮子，还有几十个糖塔。大佬弄太多，咩个做糖塔啊？好啊，糖塔就行。哦，弄来做过。潮汕人用7层糖塔拜神拜祖宗，制作糖塔的地方在黄伟乾生活了几10年的祖屋。一进门，蜀安门道的蜜蜂早已围绕在白糖塔的周围。同一锅糖摇起来的就不一样，就差一点火候也不好。黄伟乾把白糖熬成糖浆，将糖浆糊倒入装好的模具里。那个糖就流出来，等一下就会破掉几个孔，再转一下就两边都转一下就不会。待糖浆完全冷却成型，沿着塔棱向外掰拆，看似简单，却一步也不能出错。把长相一致的模具按序排列，黄伟乾有什么特殊的门道呢？这是我们做野记号，然后这个是按顺数排列起来的，一片一片的对整齐，就不要搞乱了，搞乱了做起来这个位置就不对了。我再去，我叫老妈去只拗1 kg，这张啊是到8-7斤差不多。刚刚接到的订单，正是要用花生糖堆就13层的工艺糖塔。花生糖先分层制作，切割备好。摸呢，摸水呢。我都过。950好嘛？制作还不到一半，糖塔的一个部件突然碰碎了，但所有材料都没有备份。修补完毕，100来斤重的花生塔，最重要的是塔身要正，其本身的粘性也决定了只能一次放准放稳。摸，差点这个什么呀？粘的。好了。太好吃了。贴的这是麦芽糖都可以吃的。好了。哇，烫啊！结果再加萝卜丸能加料，萝卜劲了加萝卜丸能。紧张的忙碌终于告一段落。正因为黄伟乾对祖传老店的呵护，街坊记忆中的甜食才不曾消逝。因为变化中的坚守，一家人因一家店枝繁叶茂，生生不息。就是要保持这个主业，这质量是最重要的。被春色装饰的花红柳绿的3月，总是有特别多和农事相关的新造旅游节庆活动。今年桃花节的马拉松赛将人群带入了九峰的桃林腹地，这让本地经营客栈的陈丰达心里安稳了点儿。达哥是宁波人，在深圳做了32年厨师，半年前决定回到老婆的家乡，
投入了毕生积蓄改造老屋做生意。扎好啲房間啦喎。做了几十年厨师，每天面对的是油烟，自己演绎的。这里的空气好，我们宁波的经济也很好，然后我自己感觉是成了广东人了。今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位喎，好。乐昌最出名的炮弹芋头，每年只有1次收成，10多斤的身量，但个儿大肉嫩，切开露出槟榔花纹。非常之靚嘅咧，我就直接係咁落鑊。有了腊鸭这个搭配，香芋粉滑糯软的口感，完全颠覆之前的记忆。院儿后边的野生苦锥果做成豆腐红烧，10几道工序后，苦味荡然无存，只有坚果的特殊香味儿。再切段自己灌的土猪腊肠，来个桃花走地鸡。最乡土的食材，达哥做出了最诱人的味道。他们说：“哎呀，大哥，你那个手艺不错。”这个也是我非常满足的。但时节总有自己的脾性，热闹过后，整个春季开始阴雨连绵，客栈无人入住，只有些零星的食客。唔好嘆氣喎，睇天食飯啊！达哥的豁达来自他的经历。那时候穷啊，我寄了100块钱路费，到深圳是还有2块5毛钱。初到深圳的达哥，为了吃饱饭，找了一份餐厅的学徒工来做。他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做工，起早摸黑6年整，终得回报。95年，人家才多少钱1个月？我已经有110万现金在银行。达哥飘飘然了。补了1个星期，出了100多万之后，我去深圳从头再来过嘛。老家打电话来说我爸爸走了，我父亲没接到我孙子，我最大的遗憾。就这样起起伏伏在他乡奋斗，所幸妻子彩霞一直陪在身边。现在夫妻俩齐心协力，在桃林边寻找商机。为延长旅游季，九峰果农们种植了10几种桃李，花期果期各不相同，但绵长的雨天打乱了节奏。这几天达哥总碰到因卖桃而发愁的乡邻，他不禁动了念头：卖桃子啦，卖不出去啦。你看要多少箱来卖啊，达哥？第一次在朋友圈做销售，达哥有些心里没底，因为桃子的保鲜期实在太短，他凌晨5点就叫上妻子去林子里帮忙。我仲有100斤快遞噶喎。哇！呢串大啊，呢串啊，即刻快啲過嚟執呢邊啦。哦，嚟啦4隻波頭嗰啲唔好要啊，唔喐。哦。雨水太多了，尽量把它消。水果这个东西等不得。刚出桃林，达哥就忙不迭地去打包发货。哎呀，好重啊！慢慢嚟喎。这里收购是多少？网上快递又是多少钱1箱？今朝買啲桃點啊？今朝3蚊2斤喎。哇，咁好價錢啊！食盒翻嚟整啲生菜油桃炒咕嚕肉。我都未試過。没试过，咪俾你试下咯，好嘛？乐昌的油桃纤维少，口感爽脆。达哥能用油桃挑战菠萝，做出酸酸甜甜的咕噜肉吗？要处理一下，放一点那个生粉。是谁规定咕噜肉一定要配菠萝啊？要配水果只是解去肉的油腻。
油桃咕噜肉的成功给了达哥信心，他准备再试试搭配基围虾，但过多的汁液让味道有些寡淡。加点那个鸡蛋，让它锁住那个水分也是。用蛋液包裹后的桃肉表现更佳。反复试验之后，蜜桃基围虾的混合，清甜爽口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呢次啊，水分鎖住咗，味道好好多啦。创新总是伴随着风险。哎呀，达哥走传统路线，将桃林走地鸡加上泡发后的本地桃胶，只需在蒸柜待上20分钟，一包养颜汤便胶质十足，喝上一口，怦然心动。回到家乡，和家人一起造一座小院，熟悉的村景让达哥的世界柔和了下来。好美。达哥觉得，在家人身边，感受乡邻的善意，哪怕清苦一点，也是人生的小确幸。食物是节日的重要载体，少数民族节日更加注重传统的美食。广西毛南族小伙秦聪维在县城菜市场有个食档。明天就是本族最盛大的节日分龙节了，他特别想学齐节庆必备的5香菜式。5香中的5色香糯米饭会在今晚开蒸。为了学到手艺，小秦早早的就领了采集染料的活计。我们用这个叶子，我来做那个5色糯米饭中最经典的黑色。毛南山乡，天色暗得很快。今晚村村寨寨都会在节日前夕蒸上5色糯米饭，预祝五谷丰登。和红蓝草、紫番藤、黄花等植物的本色截然不同，枫叶的黑色转化将在净色丸和糯米合蒸之后。这其中最难掌握的就是把米蒸透。老师傅也告诉我，打洞的话要打2次，第一次的话，像它米有一点膨胀感了以后，再打第2次。我们做完的话，起码要到12点去。柴火燃烧了40分钟后，小秦估摸着应该熟了。有点生这个。开锅不熟，整锅饭没有了反攻的余地，小秦很是沮丧。刚才我去打第1次了，然后没有人打第2次了。这个又以为我干了，然后那个又说，哎，他干了，我就不用干了，就是这样了。那节奏有点乱了，哥哥，更加一我。现在我们要把熟的跟生的分出来。去聊天了。今晚的忙碌会持续到深夜，直到米饭每一粒都充斥着植物的清香，以迎接分龙节的到来。分龙节上，几乎村村都带了糯米饭，上等糯米配上刚采摘的植物，在米粒儿饱满后，开始发出特别的香味儿。看着乡亲们抢着吃昨晚做的糯米饭，小秦很是开心。可看到邻桌的香猪，他又犯愁了。哇，这个香猪太亮了，我一直想学这个香猪。我的师傅他有技术，但是他又不愿意教。酒过3巡，终于等到好消息。哦，哎，来，看了啊！哎，
本土最出名的明伦香猪，通体乌黑，历朝历代都是贡品。同乡帮小秦找到的师傅是当地的大学生村官。这个就是香米的稻穗嘛，这样子烧的话呢，一些小的那细毛能够除掉。这最重要的就是稻草香，还有一些墨香啊。烤香猪之前，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去骨。要剔得好看，然后骨头上面又不给它带漏的，真的很难剔的。因为明伦香猪的骨头仅占体重的7.9%，和普通猪去骨的手法有些差别。左仰过来，我也说不得，起码继续的，慢慢来嘛。挂线了，可是有时候我看见老师傅在那里做的，我根本插不上手的。回去的话，我都要买几头香猪回去练手了。其实小秦的师傅比他还年轻，只是28岁的年纪，看上去非常老练。急性子的师傅很快开始教授接下来的腌制秘籍。这个呢是我们要拿来腌的料，主要也是姜、蒜、酱油、料酒，基本上还有点香料。可以长一点的吗？可以可以。怪不得你们这边的香猪更好吃的。第一个是煮好，最重要的是原汁原味。小秦知道，烤香猪最难的还是火候的掌握。温度有什么讲究没？这个火刚开始的话，那个猛点，后面都慢慢来啊，慢慢烤。因为皮厚才1.6毫米左右，明伦香猪稍加烤制就会变得很脆。师傅反复叮嘱小秦要注意时间。如果肉的颜色看有点变了，你马上就转这边来。我先追个半点时间。你看一下之后，好，放心。这话交给我。小秦乐得自己上手了。所以现在我要把里面的木炭往前面打一点，不然前面猪头部分的温度不够的。2个钟头之后，师傅回来验收了。这个80多分吧，这个皮那个颜色有一点坚决。尽管烤香猪的功夫还没学透，但小秦很是兴奋。今天这个师傅他是没有长技术的，这次找这个师傅是找对了。想开个那个五香餐馆啦，比较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餐馆。居于小城的小秦，认真地过着属于自己的日子。他希望传统的味道能够通过节庆延续，同时能琢磨出新味道。今天沉浸了108天的阳江海陵岛码头热闹非凡，渔民兄弟早早地忙碌着，准备出海。阳江开一节，李晨名号。港口里3200多艘船竞发离港。到了傍晚时分，货运船才会出海，他们将往返于捕鱼船和港口之间，以及时送回渔货。来了，卢连开正是货运船的船长。OK 啦，佢船有嘢咪車咯，譬如開船我哋就開船噶咯，邊度有靚嘢咪上去邊度收翻嚟咯，個生意競爭好大嘅。卢连开接货的地点一般都在100海里之外。开船30多年，
他在货运船上度过了无数个这样的夜晚。经过12小时不间断的航程，天亮后，如连开终于到达目标船只附近。这些大型捕鱼船的首次耕海征程，少则1个月，多则大半年。首次开渔捕捞，检验着海洋的休养生息。这一趟以带鱼为主的渔获，显然不算理想。唔係好多魚，都係比往年少。陆连开只能等待。好在他每次出海都有一个习惯，留出一批金线刀梨，用来做开工時必不可少的那味美食。刀梨好靚啊，會留翻做一夜情啊！嗰啲一夜情嗰啲你食就中意食咯，好食咯。係人工嘅人識做啊，未嗰啲人都唔知點做噶啦。将刚捞的鲜鱼急腌的做法，最大程度保存了食物，也催生出这种阳江人世世代代喜爱的美味。但要味道正宗，就得尽快动手。現場做嗰啲比較甜口啲咯。要做出一夜城独特的鲜甜味儿，本地人認為非金線刀梨莫屬。長啲噶，嗰啲有幾條線噶。嗰啲魚啊，最好係半斤到1斤，嗰啲一夜情係最好食噶。要先放鹽嚟到魚，嗰啲揀埋魚你要4公分左右噶，估計啊要7-8個鐘啦。粗鹽覆蓋的金線魚，在鹽分和時間裡醞釀轉化。傍晚時分，如連開清晨做的一夜城鹹魚大功告成。此時的金線魚半乾半濕，這種只用海鹽的獨特醃法，既有普通鹹魚的鹹香味兒，又保留了魚本身的鮮味兒。我今晚租2條褲啦嚇，即係試試。喺度啊，喺度電條，喺度釣嘅。好，得得。如連開的妻子其實一直都暈船，但為了陪着丈夫，這麼多年都在船上做晚餐，好讓兄弟們有勁頭一起連夜收穫。这是真正從大海到餐桌，剛打撈就下鍋的美味。討海的漁民平日裡不捨得吃，今天第1天開工，難得來頓大餐。我一節啊，冇湖泊煮蠔餃呀。大家最離不開的還是那口鹹香。一夜城怎麼做都美味，但它的絕配是五花肉。魚的鹹香進入豬肉，豬油又放大了魚的鮮味兒，魚肉更有嚼勁，比鮮魚還鮮。香煎一夜城是家常菜中的經典，綿軟的肉質被逼出水分，變得乾香，肉細刺少，配飯剛剛好。疲憊的勞作過後，漁民嘗一口一夜城，就能胃口大開。接貨船凌晨進港，在開漁3天後，終於迎來第1個交易高峰。帶着10多種漁獲的如連開進港了。漁民們借用各種工具節省腰力，加快卸貨速度。有不少心急的買家在岸邊就開始交易。開漁3天後，哪條船能帶着最豐富的漁獲回到港口，便可獲得開漁節頭魚的稱號。如連開能延續去年頭魚的幸運嗎？
终于轮到拍卖如连开船队的货物了。有没有人叫牌？来，红色仓30块钱，8号黄德昌，2次，3次成交。有没有人举牌？如连开带来的所有鱼很快被抢购一空。3次成交。2019年阳江头鱼捕捞者的殊荣属于如连开。开渔节是渔民们最重要的节日，怎么庆祝都不为过。夜幕降临，海边的长街摆上500桌渔家大宴，渔民朋友和外来游客欢聚一堂，庆祝属于渔家的丰顺喜悦。没有哪种荤食能像牛肉一样激发国民的研究热情。地理环境的多样性，造就了和牛肉相关的无数江湖秘制。老广们对牛肉的偏爱相对简单，冬日里最好的牛肉切割精细，作为火锅配菜，按部位来点。自制的牛后腿肉成就了另一种美味——手打牛肉丸。剩余的牛肉末则完美配上煲仔饭。至于钙质十足的牛筋，定然会有好的归宿。大火烧开，是下肉的好时机。酸笋和田螺最能破出牛筋的寡味儿。劲道的口感加上酸爽的复杂滋味，妙不可言。而餐桌上牛肉飘香的源头，和一个珠三角腹地的古镇牛墟大有关系。清晨7点，有着500年历史的东莞恒利牛行开市，销往全国各地的肉牛中，有1/4正是来自这间牛行。其中，逢3、6、9的传统虚日，交易最为繁忙。厂长朱树轩照常开始巡场。牛行每年成交13万多头牛，不少北方地区及东南亚的客商千里迢迢来到东莞恒利交易。好，收到。来自东北的西门塔尔牛休息完毕，朱树轩要做交易的牛经济，他赶紧叫上徒弟。来，徒弟，準備睇我啦，用石頭拍冷凍啊！好，係咪？這。关系不好谈，就是10几块钱的牛，你要是20出头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不用谈了。要交易的牛一圈14头，买卖双方都咬得比较紧。不谈，太貴啊！太离谱了。鸡蛋就是好嘛，但是里面肯定有差牛，只有2头差的。19塊走了，不要不要，哎，容易不要对吧？交朋友了啦。没有。他给我买了几年牛了已经。我知道，他也没看错，我相信他的眼睛，不能卖呢，我就不要了。不要争那1毛钱啦。我相信。好啦，同你停交那麼多年呢，呢差1毛錢啦，啊，行啦，停交了，停交了，19塊。哎呀，11走一走嘛，19塊錢。哎，好一頭啊！這14頭牛就最好的，它剛剛剎車，這個肚子沒有東西的。朱樹軒所說的空腹很是關鍵。一頭500公斤的大水牛，肚子裡可以裝上100公斤的水和食物，過秤也不準確。所以幾百年來，牛的交易都是靠牛經濟眼看手摸来评估牛的重量。但习惯上，牛贩和买家之间的还价往往吵嚷不断，似乎必须将价讲尽才能成交。小几百都不行啊！不行！这种极富乡土气息的议价，朱树轩和同事们再熟悉不过了。但他们的年龄一大半过了70岁，教好徒弟是当务之急。一睇，用呢隻手攞啊，牛嘅生長呢個出肉率非常重要。有頭牛咧就2、3萬蚊，有頭牛咧就幾千蚊。你睇差1斤肉咧就52㗎啦。
工程车准备到了，要幫手啦。依家考你畫出嚟咩牙口，俾師傅睇。哦，好。呢牙口啊，徒弟。哦，柴考呢個大概470，師傅你估幾重啊？我440幾斤，一人差少少。係啊，應該睇一嗱。其实，厉害的牛经济一眼看去便知这头牛年纪多大，估重误差也不超3公斤。传统耕牛交易更是需要摸兽、试步、考车试犁，以测知牛的健康及勤劳度。如今只剩菜牛交易已经简单很多。今天，朱树轩受朋友委托去农户家里挑小黃牛。依家農村咧最好食呢啲牛啦，大約50到60個人都食唔晒呢頭烤全牛啊！如果話大牛嚟講，平時我哋食個樹花咧就喺呢個位置嘅。牛嚟講咧最貴呢塊。烤全牛的兴起时间并不长，用的是100斤以下的小黄牛。这种吃草和甘蔗长大的牛，肉质细嫩，自带鲜香。如果我哋80年代你想食隻牛咧，就要6個工匠領導批准先有份牛肉食。係啊，我哋細個嗰陣時咧，基本上都冇牛肉食。碳的高温让牛肋骨里的油脂雀跃，作为人类最早的烹饪方式，火烤保持着食物本身的诱惑。在孜然入侵后，炭火熏烤的牛肉外部更酥脆焦香，干而不硬，嚼起化渣。原始吃肉的豪迈，给聚会增添了气氛。因为百年牛墟风情节，关于牛文化的活动在当地轮番上演。但和牛墟渊源最深的，当属朱树轩家族所在的祠堂。我哋係支氣嘅後代，講我哋呢啲叫27對前人。原来，如今的牛行正是由朱熹后人所在村落的牛部发展而来。1年1度的宗祠敬老宴里，沿袭的菜单和本地以牛肉为特色恰恰相反，历年来不会出现牛肉。耕牛對我哋農民嚟講咧，就非常重要，因此咧，我哋牛肉咧就冇放入呢個侍宴裡面。豉油鹅是今天宴席的主打菜，柴火温和，中慢火慢慢烹制。豉油鹅切好，意味着祠堂前摆台水席即将开宴。东莞横沥这座小镇，因为有延续100年的牛行，在牛墟的节庆里慎终追远，完成对根的守望。传统的节庆活动，往往在乡镇得以最完好的留存。人们愿意花费数天，仅为一道地道的美食。而节日不仅点亮了平凡的日子，也提醒我们守住对生活的热情，感恩脚下的这片土地。您正在收看的是广东卫视。